纳维亚如何拯救盐元素？本期我们来讨一下纳维亚会怎样设计。当然，我的逻辑是基于纳维亚要盘活盐元素这个前提。如果纳维亚选择独自美丽，那就没啥好说的了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提瓦特地理。首先，盐元素除了钟离单独强势之外，其他的角色虽然强度都还是合格的，但因为盐元素本身缺少与其他元素的联系，导致它们的通用性比较一般，存在感比较低。反观同样被称为孤儿元素的风，至少扩散之后可以开发出一些不同的打法。主 C 可以利用其他元素去提高自己的输出效率，辅助呢带上风套就可以给队伍去减抗。而盐元素除了结晶盾就没有了，而且结晶盾也没有别的功能。虽然有一个盘盐套可以提供元素增伤，但是长久以来增伤位被万叶这个大爹牢牢地把持住，减抗加增伤，那不是薄杀减结晶盾这样的操作了吗？所以如果纳维亚要拯救盐元素，核心还是增加与其他角色的联系。感觉这个定位和剧情里面的纳维亚也蛮像的嘛。那么基于这一点，第一命的纳维亚，我判断他不是一个战场主 C， 因为第一，战场主 C 挑队友，那么就又陷入到了和其他强势主 C 抢辅助的尴尬局面，就起不到盘活盐元素的作用。其次，盐队有大件主 C 定位的慌龙一斗啦，现在拿出一个机制更强的主 C 纳维亚，算不算是背刺一斗呢？那么为了商业利益最大化，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。同样，后台副 C 的定位可能性也很小，因为已经有阿贝多了嘛，所以纳维亚的定位呢，很有可能是一个速切且有伤害的辅助。然后在设计上，为了让它能融入其他元素的队伍，并且还能再捞一手队友，天赋呢可能就是那种一个队伍里有同类型元素的时候加攻击力，2个的时候加增伤，3个的时候加防御力，这样子的设计。当然具体给什么增益我也猜不到，但是一定是1到2个盐元素的时候给的是通用型的增益效果，3个之后呢给的是盐队专用型的增益效果。这样呢既能联系其他元素，又能照顾到自己这里的难兄难弟，非常符合刺玫瑰 BOSS 的性格。剩下的第2个天赋就可以把结晶盾利用起来了，比如火盾加攻击力，水盾加生命值，拾取雷盾呢就可以回能，拾取冰盾就提高队伍的暴击率。这样的话，捡结晶盾这个行为就有了额外的收益。那么在组队的选择上，玩家就能够根据队伍欠缺的城区做一些取舍，让队伍的选人就更加灵活。然后纳维亚作为枫丹角色，他的轴肯定设计的非常灵活，大概率是战绩启动的，毕竟大招启动的长轴角色不受人欢迎嘛，你知我知，策划肯定也知道。如果纳维亚真的要复兴盐元素，那么优秀喜闻乐见的设计一定是要给到他的，这样才能让他刷新玩家的认知嘛。那么以上的猜测呢，比较中规中矩，缺少一些 P 咖的感觉，所以我们来开一下脑洞。从盐元素的特性出发，既然双盐共鸣被称为坚定之盐，那么我逃一个，纳维亚开大之后，队友遭遇致命一击的伤害将由纳维亚承担，并且基于纳维亚的防御力结算伤害。然后动画里纳维亚用的是4星的白影剑，那么纳维亚的输出方式可能是开了战技之后重击有特殊效果， A 一下就可以打出成吨伤害和其他的一些增益，等于说是易中这样的操作模式，那就顺利的绕开了夜兰。好的，这样呢我觉得 P 卡的感觉也凑齐了。不知道各位对于纳维亚这个角色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？我觉得如果纳维亚真的是要拯救盐元素，那肯定不会是一个常驻角色，不然进了常驻池就是薛定谔的难抽了，不如限定的比较有盼头。那本期关于纳维亚的淘淘乐呢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